菲律宾继续在南海兴风作浪。2号，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对非法滞留鲜滨礁船只过驳人员物资发表谈话，称菲方船只滞留鲜滨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继黄岩岛仁爱礁后，菲律宾又在鲜滨礁挑衅，背后有何图谋？中方又将祭出哪些反制手段？来看报道。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2号表示，7月1号，菲律宾派3艘海警船对其非法滞留鲜滨礁的海警9701舰过驳人员物资，中国海警全程跟监管控。中国对包括鲜滨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方船只滞留鲜滨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中国海警将一如既往在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深圳卫视注意到，菲律宾海警9701船可谓劣迹斑斑。2月2号至9号，该船多次非法侵闯中国黄岩岛邻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其采取航路管制、外逼驱离措施。上月4号，9701舰多名人员又非法亲登鲜滨礁沙洲，并开展潜水作业，中国海警全程跟监，海警执法人员对此依法查证处置。鲜滨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岛礁，距离仁爱礁直线距离约60公里。鲜滨礁低潮时，整个礁平台露出，整个礁盘凹凸不平，向东南延伸约23公里，中间为水深3.6到18米的礁湖，礁外缘海水骤然变深。鲜滨礁的西南部岛礁疑似有小沙洲。对于这一系列岛礁，中国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海警船只在鲜滨礁的挑衅举动已持续2个月之久。据路透社报道，自4月中旬以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就在鲜滨礁部署了海警船。当时，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乔纳森·马拉亚在非媒体上炒作称，中国正在鲜滨礁填海造陆。然而，菲方此前公开承认，在长达20余天的所谓监测中，并没有记录到中国船只在鲜滨礁的任何活动。菲方此举其实是为自己在鲜滨礁的非法活动提供借口。据商业卫星拍摄的照片显示，菲律宾从4月27号到5月6号派出非海岸警卫队的最大巡逻舰特里萨马格巴努亚号，持续在中国南海鲜滨礁西湖一带活动。据介绍，这艘海警船系菲律宾从日本购置的最新型海上执法船只，是菲律宾目前海警吨位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舰船。该船设有直升机甲板和机库，可以起降直升机。该船还设有高压氧舱，供患有潜水病的人使用。外界注意到，这艘舰艇的航迹基本呈一个规则的正方形，这种颇为少见的航迹通常只有在进行某些勘探类作业时才会出现。外界担忧，菲律宾可能在鲜滨礁酝酿重演仁爱礁模式，也就是用一艘破船以及船底漏水为恶意作滩，以进一步展开挑衅和炒作行动，激化南海局势。中国南海研究院世界海军研究中心主任陈向淼对深圳卫视表示，菲律宾海警9701舰的长期滞留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即菲方试图把鲜滨礁作为在仁爱礁的补给中转站，执行运补行动。但他认为，菲方如今在鲜滨礁不太可能复制当年的仁爱礁模式，也就是靠着突袭等来达到非法作滩的目的。而无论菲方采取何种模式，中方的执法动作都合理合规，能够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那么从目前看，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是为了防止菲律宾在鲜滨礁采取类似于仁爱礁、黄岩岛类似的模式，那么实现长期从所谓的这个短暂的过驳，那么到未来有可能它会进一步的这个采取动作，包括要实际的进行占领。我们其实是为了防止双方之间这个冲突矛盾的进一步升级。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菲律宾在仁爱礁也动作频频。6月17号，菲律宾违背承诺，派出1艘运补船、2艘充气艇，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企图向非法作滩的马德雷山号军舰运送物资。对此，中国海警对飞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这是自6月15号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正式实施后，中国海警首次对飞船只实施登临检查。当天，中国海警还连续3次就菲律宾船只侵闯仁爱礁一事发布消息。最早一条快讯在凌晨4时27分。值得注意的是，非国防部高官当时指控中国海警在检查过程中没收了其运补的枪支，并要求中方归还。观察指，这恰恰反映出菲方的运补根本不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运补，而是夹带了枪支、弹药的军事运补行为。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在6月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这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面对菲方的侵权挑衅，中方理所当然要采取维权执法措施，这完全合理合法、专业规范。近一段时间以来，菲方背信弃义，多次派船冲闯仁爱礁海域，
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建筑材料、武器弹药等，这是造成事态升级的直接原因。特别是6月17日，菲方还故意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船只，并向中方人员抛掷石块。有关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规定，严重危及双方人员和船艇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我们这2年呢，已经有了这个海警法，还有关于这个海警执法的程序规则。那我们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这个执法活动啊。目前呢，我们是这个识别查证，并且呢进行跟踪，未来还可以驱离啊，甚至可以脱离。所以我们还有很多手段。我相信呢，下一步中国政府还根据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行动特点，会继续有更多的反制措施啊。菲律宾妄图这个在南海侵占我海洋权益的这种企图是没法得逞的。与此同时，有卫星图像显示，解放军山东舰近日离开海南三亚母港，出现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海域。公开信息显示，这是今年以来山东舰的首次出动。有外媒分析称，此举意在对美菲形成威慑，宣示中国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台湾地区退役将领帅化民则分析认为，此举就是要打破菲律宾最后的侥幸心理。我再三强调，菲律宾海军根本不够看了嘛，杀鸡牛刀摆在那里，所以美国航母走掉了，他不愿意冒这个险啊。何况你山东号也下来，要出就出重手啊，对，要不然这个会发炎。变肿瘤，变成癌。美国最高法裁定特朗普对其任内公职行为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起诉豁免权。那这是否意味着他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呢？主持人好，是的，这是特朗普继首场电视辩论大胜在任总统拜登以后，在法律上取得的一次胜利。当然了，也是大选中的又一胜利。所以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公布以后，拜登立即回应说这是破坏美国的法治。为推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了危险的先例。实际上最高法院的裁决为特朗普今后的大选之路扫除了障碍，可以全力以赴去打击拜登，不会像前段时间一样，白天在纽约法庭受审，晚上或者是周末才去搞竞选活动，好像选举是业余爱好似的。从今以后他将是大选的全时工，为了总统大位心甘情愿的996。对拜登的威慑力、攻击能力都会更大。最高法院的裁定，前总统对于其任内所采取的公职行为享有豁免权。至于哪些行为属于公职范围，哪些属于非官方行为，则交由下级法院裁定。这意味着特朗普不太可能因煽动国会叛乱而被追究法律责任。拜登因此少了攻击特朗普的工具，不可能把他当作是叛乱头目、暴乱煽动者来贬他。最高法院的裁决也可能影响其他案件的审理。特朗普的律师已经给纽约法官致函，要求推翻封口费案定罪，说一些控方证据不应该被允许，因为这构成了总统的官方行为。虽然封口费案不太可能被界定为公职范围，是在当选总统前发生的事，但是特朗普的形象会得到改善，选民们会越来越不在意他的犯罪记录。可以说，特朗普与拜登的首场电视辩论，把拜登打入民主党是否换人参选的困境，而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则给特朗普提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特朗普提供了掩护。他一直在指控拜登和民主党用权力猎物，通过官司对他进行政治报复。好了，现在最高法院发话了，前总统拥有广泛的豁免权。美国法律专家和选民对最高法院的裁决是有争议的，但客观地说，这一裁决将特朗普重返白宫又往现实推进了一步。不得不承认，这是特朗普的又一次胜利。那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拜登败局已定？那他会退选吗？外界又是如何来看待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这是一个好问题。外界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的看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旁观者清。正好可以反映外界对美国大选结果的预判。匈牙利从7月1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当天就喊出特朗普式的口号，让欧洲再度伟大，并且对他的好朋友特朗普致敬。这就意味着欧尔班看好特朗普将获胜。再看北约，将向乌克兰派遣高级文官，有来自32个国的近
700名美国和其他盟国人员组成，负责向乌军提供军事装备和训练，取代美国呢来主导援乌。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援乌工作不受特朗普的影响。这意味着呢，北约国家对拜登获胜没有信心，反而呢笃定特朗普会赢。美韩提早进行驻韩美军费用分担谈判，也是呢要在拜登在位的时候把事搞定。担心啊，特朗普上台以后会任性的改变。所有这些都表明，西方国家呢更看好特朗普会赢。那么拜登会退选吗？他真的输定了吗？从目前的情况看呢，拜登好像要坚持选下去。他的家人、民主党大佬、他的竞选捐助者似乎都要他坚持选到底。要求他退选的呢，更多是媒体。但是他胜选的可能性呢，真的不大。不是说他的年龄大，而是他头脑不清醒。另外呀，民主党内有一个共识，说呀，虽然拜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呢，他是唯一可能战胜特朗普的民主党人。其他有较好口碑的中生代政客不一定能够战胜特朗普。但是我个人觉得呀，拜登可能呢会被换掉。在美国呀，只要是西方舆论炒作的比较凶，都有一定背景的，像《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大象月刊》这样的严肃媒体，对社论的立场呢是比较严肃的。他是否退选，我们呢还要继续观察。至于说拜登一定会输吗？这个问题呢，没人能够回答。选举之下呀，任何可能性都存在。选票统计结果出来才知道谁赢谁输。所以说呀，拜登有败相，看起来呢胜算的几率不大，但是不能说败局一定。美国这个国家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说不定呢，拜登还会咸鱼翻身。